尹锡悦是否为对华鹰派还有待观察，但应注意韩国、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或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多次发生摇摆，在网上的议论呢也比较多。那么，对韩国现政府的言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认识和判断呢？在此，不妨先看看外界的评述。美国外交家杂志认为，现在远不能说尹锡悦是一位反华鹰派，因为韩国政府在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对中国保持了持久克制。首先是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尹锡悦政府虽然嘴上宣布将推进这种武器的部署进度，但实际上进展不大。有消息称，韩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对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的承诺。韩国国防部长的解释是，这是考虑到现实的决定。韩国官方还强调，无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导弹防御框架，这与前任政府的立场基本一致，考虑到了中国的战略关切。第二，韩国拒绝在干涉台海事务的问题上出格。去年8月，尹锡悦乘巨舰窜访台湾地区之后，访问韩国的佩洛西。韩国媒体认为，该决定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首尔最近在台海问题上仍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没有采取明确的亲台立场，只是强调保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第三，到目前为止，韩国仍未加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该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中国。尹锡悦政府认为，如果韩国加入了这个对话机制，那就要求该机制不能把中国列为主要针对国，这个也非常有意思。第四，中国最看重的一点还是韩国会不会在芯片问题上迎合美国的意图。美国一直寻求让韩国、日本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但是因为韩国的抵制，这个倡议没有太大进展。韩国与中国在芯片供应链安全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沟通与合作，态度远比日本要友好得多。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韩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中国这个大市场，因此不愿意为了迎合美国而让自己的利益受损。韩国的这种态度让美国人感到不满。第五，韩国公布的印太战略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声称要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将中国定义为最重要的地区伙伴，这一点同样让美国人非常恼火。所以从具体的表现上看，尹锡悦政府的对华立场与美国和日本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不仅要看其表面的言论，还要看实质。一些涉华事件的发生当然令人不满，但目前还不能说韩国已经走上了反华道路，但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韩国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首尔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一直避免提到中国和台湾地区，避免谈及与中国展开竞争，更多的强调包容合作，这对中国来说就够了。其实，韩国当前最大的政治转变是敌对朝鲜和亲近日本，此举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危机，这是我们必须防范和提前加以制止的。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的选择，从本质上讲还是为了韩国的利益，其原因有3点：一是韩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该国甚至是全球最依赖中国的经济体之一，其国民收入的40%以上来自出口，对华出口又占其总量的1/4。二是韩国的安全离不开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韩国怕北方兄弟的火炮和导弹，而中国是少数能够与朝鲜说得上话的。第三是中韩之间没有领土争端，也不像韩日那样有历史世仇，韩国没有干涉台海的意愿，这一点明显与日本不同。归根结底，任何韩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会优先考虑国家的利益，有意挑衅中国的可能性不高。你也可以理解为，韩国对中国的克制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对韩国施加的压力太大，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损害美韩关系。当然，为了得到美军的安全保护，韩国往往在许多事情上必须跟随美国，这就是中美韩3国关系的本质。因此，对于中韩2国之间出现的一些偶发事件和矛盾，我们必须客观的分析，理性的去处理。这与中日之间
有关台海问题的交锋是有很大区别的。尹锡悦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保持了持久克制，有其内在的原因。希望韩国政府能够看清形势，在对华政策上不要走下坡路，而要走维持中韩关系的上升发展之路。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